超人迎来最大逆风局，地球存亡之际，能力消失，队友失踪，火柴人摩根究竟何时抵达战场啊？我是瓜皮儿，超人与路易斯第2季前情提要。吊坠被毁之后，阿力选择了另一条路，先抽取了反世界泰尔罗的力量，打算借助恒星般强大的克星人来完成真正的飞升计划。为了守护家人而硬刚阿力的超人呢，最终被吸星大法制裁，能力尽失成了凡人。克拉克艰难醒来，虚弱早已代替了曾经的力量。通过心电监护不难看出，大超这波有点低血压了。见到了出院的父亲，两兄弟俩悬着的心算是落了下来。可紧接着克拉克的拜登跌倒，又让他们的心悬了回去。阿力吸走了他细胞中所有太阳赋予的能量，即便克拉克沐浴在阳光下，也没有任何好转。事情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尽快去沙漠堡垒找母亲帮忙。而只会起飞不会降落的乔丹不敢带着父亲去冒险，父亲这一倒下来，也砸断了孩子们的信心，只能请约翰当一回司机了。此时约翰父女正在分析吸星大法的运作规律，阿力能吸收掉接触到的任何能量，这一属性就相当恐怖了。反制的办法还没想到，克拉克就登门拜访了。他又欠了约翰和娜塔莉的人情，而父女俩的回应也是点中点。这个世界需要超人呢。劳拉很快检查出了问题，白话相当于是给大超恢复了出厂设置，他要重新适应地球上的环境，重新吸收太阳的能量。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周甚至几年。劳拉无奈地告诉了他其他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很可能让克拉克阵亡啊！只是过程还没来得及讲解，影像就发生了异动。克拉克和约翰望向了天空，反世界的那颗方形地球正在缓缓逼近。电视也串了台，播放着阿力的独裁演讲，公布自己将融合世界，不少设备受到影响，无不是在朝反世界靠拢。天空中的异象将整个世界照耀成了红色，这是一个无声却威严的警告，提醒着超人世界将被终结。眼下的危机他帮不上任何忙，当务之急就是接近红日，去收集更多的情报，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这边大事还没个头绪，小记者那边就要曝光真相。山姆自然不想引起恐慌，军人的决断跟记者的职责谈不上谁对谁错，两个小伙子也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乔丹稍微强点，能当克拉克的耳朵，他作为超人却在危机面前丢了能力。克拉克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愧疚，政府在第一时间阻止了消息发酵，将天空异象说成是气候问题，可百姓并没有那么好糊弄啊。拉纳作为镇长，有必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可他现在也处于蒙圈状态，约好了一会儿跟克里斯见面详谈，但拉纳做出保证，一定会把真相告诉斯莫维尔。随着路易斯的加入，拉纳终于知道了来龙去脉，两个世界融合，超人失去力量。一时间，这些重磅消息卡在了拉纳的脑浆里，小小的脑瓜有大大的问号啊！他知道超人是克拉克，不由得担心起了这个老伙计，但他现在是镇长，不能太过感性。而路易斯的目的也正是借他之口告诉小镇，大家都是地球上存在的个体，有资格知道当下的处境。此时约翰父女已经前往了太空，亲眼目睹了快速接近他们的反世界。照这个速度下去，地球没有多长时间了。约翰能做的也只有收集情报，测算时间。克拉克只能干着急，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去做原本该自己做的事儿。山姆明白他的焦虑，但超人已经做得足够多了，那也是为了救自己才失去了能力。而克拉克没有后悔拯救任何人，尤其是山姆，他只是懊恼自己不够强大。克拉克一个人坐在草垛上，背影是那么的苍凉孤独。乔丹试着喊了一句父亲，这么近的距离，克拉克都听不到了。两小子安静地陪伴着，尝试着去保护一次父亲。天上传来动静，乔丹迅速拉开了克拉克，惊险地避开了突袭的娜拉。敌人的目标太明确了，要趁超人病要了超人命啊！乔丹当场血战丈母娘的二童身，眼看着儿子犯险，克拉克打算拿自己的命换乔丹平安。好在是约翰来得快，娜拉见势不妙，果断溜溜。山姆本想让约翰抓住对方，却得知了更紧要的消息，距离世界融合只剩12个小时不到，期间两个世界相似的东西会陆续融合，最后是生命。约翰检测到了矿井内有特殊波动，并推断出那里就是融合的关键位置。山姆赶紧尬了波美式幽默缓解气氛。克拉克想起了传送门后的那片虚无，那是两个世界之间唯一的通道，阿力很有可能就在其中。约翰当即决定要硬闯传送门，阻止阿力。之中的风险，克拉克比谁都要清楚，连他都曾被传送门撕裂了皮肤，约翰岂能看不懂好兄弟的自责呀？直接碰拳打气，让他好好坐镇幕后，其他的交给自己处理。
接到克拉克遇袭的消息后，路易斯尽快赶了回来，只看到了灰头土脸的哥俩，那表情就好像克拉克被人抓走了一样。家人屡次出事，自己老被暴揍，乔丹的心态有点崩了，都快大结局了还帮不上忙。相比之下，中年大超就沉稳多了。克拉克觉得自己的能力才是百姓的安全感，而路易斯却认为超人被依赖的真正核心是克拉克心中那无限放大的希望，这才是人们爱戴超人的最大原因。此时的拉娜还在纠结是否要公开真相，他在考虑百姓们接下来的反应，是告诉大家地球被毁灭了，让小镇做好准备，还是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地球突然毁灭呢？真相和恐慌总是持平的，知道的越多，你就越会害怕。每次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凯尔总能出现。他认为真相的意义就是迟早会被人知道，不论这个真相是好事还是坏事，说出它要比知道它困难100倍。当然，你也可以用谎言去瞒住真相，因为谎言也是可以变成真相的。拉娜悟了呀，原来这就是你出轨不告诉我的理由啊！总之，凯尔有帮到他。拉娜当即叫来了百姓，把真相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然而现实是如此滑稽，你说实话，总有人会觉得是假话，甚至叫嚣你是在危言耸听。前任镇长更是带头嘲笑，他一直就看不起拉娜一个女人当镇长。在多数人看来，世界灭亡还有超人顶着，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事儿要封锁言论。你掏心掏肺，别人把你当弱智的先例数不胜数。最好的解释就是不去解释。凯尔第一个不服，正面硬刚猪头前镇长。可一个声音的出现，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超人来了，而且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拉娜的身边，连大超都发话了，哪还有人敢多说一句废话呀？纷纷坐得笔直，认真听拉娜和超人讲话。结论就是各自回家和爱人孩子待在一起，如果能赢皆大欢喜，如果败了也能有家人陪伴呢。为了能顺利闯过传送门，娜塔莉为约翰的战甲附了魔。原本该是父女俩一起行动，但约翰提前锁了女儿的战甲，最危险的事儿还得他自己去做。约翰表示自己去就回，娜塔莉必须留下来保护克拉克一家。不知不觉的，他已经把克拉克他们当成了亲人，把这个世界当成了自己的家。说完就穿上了战甲，直奔矿井飞去，只留下了娜塔莉。明明很想怪罪父亲，可人走之后只剩下了担心呢。另一边的娜拉和森纳乔也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学校，他们要一鼓作气灭了超人。走廊里，萨拉也明白了乔丹这些日子的用意，知道他们一家正在经历麻烦，但超能力的事他始终说不出口。拉娜的担心也显得多余了，乔丹还是知道什么事该说，什么事不该说的。然而没等他们分开，娜拉就堵住了他们。情急之下，乔丹只能暴露能力，为母女俩争取逃跑的时间。打斗的动静刚刚传到克拉克这边，森纳乔也应声出现，表情嚣张至极。毕竟超人没了能力，自己躺着打趴着打都能赢了，而克拉克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乔纳森想做点什么，可他连乔丹都不如，超人只能任由对方折磨自己。乔丹此时也落了下风，可他听见了家人们绝望的呐喊，当即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爆发，他硬是制服了娜拉，击退斯纳乔并救下父亲。在冷热视线的对波中，约翰也穿过了传送门，以他的凡人之躯缓了很久才适应过来。娜塔莉的 X 克什附魔显然是奏效了。无尽的虚无中，约翰看见了阿丽，此时他正在拉扯两个世界。约翰快速逼近他，并且来了发意大利炮，威力之大给了约翰成功的错觉，但阿丽吸星大法什么都吸，直接将这股力量返还给了约翰。他很快就在虚无中失去了通讯，生死未卜。这次的对波左右都没说，可斯纳乔终究是两个人，维欧是怎么都不吃亏的。克拉克被打得难以起身，帮不上儿子任何忙。就在关键时刻，娜塔莉来了，她咽下了对父亲生死未卜的担忧，先完成承诺来保护克拉克一家。约翰的动能锤在手，加上与乔丹的配合，两个孩子轻松战胜了对手。如今约翰失踪了，虽然阿丽少了2名干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去阻止融合。克拉克也认准自己的能力暂时回不来，他选择了回家和家人们待在一起。娜塔莉前脚救了超人，后脚就一个人抹着眼泪。他终究只是个孩子，而克拉克和路易斯给予了他足够的爱。众人相信约翰不会那么轻易的牺牲。萨拉此时的心态也崩得差不多了。乔丹拥有超能力就很震惊了，结果这事儿老妈还早就知道了，只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辩论个结果，世界的融合就进一步发展了。相似的事物已经融合，随着反世界的逼近，克拉克的农场已经完全变成了比扎罗家的模样。融合即将完成，结局很快到来。结局前的最后一集，事实证明，没有不讨喜的角色，只有膈应人的编剧。人设是手写的，但人品是天生的。我是瓜皮儿，下期见。